水里月，未曾如掌控内，成败因仇恨爱，怎去篡改？从幻变的世代，既然难得你在，何是天地偏偏换我来？谁和谁推弓引箭，伏于翻海？谁和谁追心刻骨，但未敢爱？谁祈求腥風血雨再種花開？熱血赤膽，從無可替代。橫越長空與深海，任時歸去有來，漸漫從一剎張開，以後必更精彩。歲月塵灰染於腮，故事總有你在。記住，如果要分開，再回來。哎，军师，今天我们大家玉帛相见，一起泡澡，也就是有如亲兄弟一样的亲厚啊！我们三兄弟几乎每日都在此相见，感情自然与日俱增。二哥，玉德之前对你有何不敬，有何不是？这一抹掉它，一定要抹得干干净净。好，最重要的是3个人一条心，啊，不是，是4个人一条心。军师，我帮你擦背。主公，不敢劳烦你。要的，来。孔明不习惯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军师呢习惯夫人擦背。不是，只是认为不应该劳烦主公，孔明受不起。你受之无愧啊！自从有了军师你，无论在军事上、政事上，甚至家事上，我有何难题，你都一一帮我化解。帮军师擦擦背，算得了什么？来，军师的才智真是令人大开眼界。孔明侥幸，成功非侥幸。我自问也骁勇善战。加上二哥、大哥3个臭男人，也胜不过一个诸葛亮啊！泡了这么久，哪儿还有臭男人呢？说的也是啊！参见主公，江夏太守黄祖被杀，军谋校尉在议事堂等候主公商议。黄祖乃刘表的大将，难道曹军又来侵犯荆州？回主公，江夏的探子亲眼所见，乃曹军所为。东吴的将领甘宁冷箭射死黄祖。东吴是不是孙权那边？都是同路人反曹操的。话虽如此，但对抗曹贼的各路诸侯，彼此之间各怀鬼胎。据说黄祖带兵在边界巡查，遇上甘宁的兵马，两边都指责对方越界，一言不合打了起来，结果黄祖中箭身亡。我担心孙权以误会为借口，找机会入侵荆州，以壮大版图势力。孙权继承父兄基业之后，一直稳扎稳打，在周瑜、张昭2位文武大臣的辅助之下，从未轻言征战。若这次有侵袭荆州的企图，东吴大军早已占领江夏。东吴有何举动？甘宁已经退兵。诸葛军师言之有理。如此看来，应是小事一桩。金谋校尉，先行退下。是。禀主公，荆州牧派陆长史求见。陆长史参见刘将军。可有要事？荆州牧想请刘将军马上到襄阳，有要事商议。两位请用茶。蔡夫人，请用茶。要皇叔快马赶来襄阳，我实在过意不去。戎马生涯，玄德已经习惯，反而担心打扰荆州牧的休养，就好像上次来借兵。上次主公不请自来，有些唐突，借兵不成，也是理所当然之事。关于借兵一事，我要向皇叔赔个不是，更要多谢你们击溃曹操大军。只是玄德分内之事。自从曹操大败，我夫君少了忧虑，他病情也大为好转。是吗？太好了！荆州牧可亲自处理政务，真是荆州臣民的天大喜讯呢。当然，
这个当然。蔡夫人，不知急着召我们来，有何要事呢？我是个妇道人家，又岂敢过问我夫君的正事呢？还是让他亲自跟皇叔说吧。皇叔，你和我夫君本是同姓兄弟，理应不分你我，有事好好商量。陆长史，你带皇叔去见主公吧。蔡夫人，请。当日第一次在将军府看见诸葛军师，已经见识到你智慧超群，雄才大略。如今博望城一役，更是一鸣惊人，震惊全荆州。军师我见过无数，你真是天下第一人。夫人过奖了。有军师在，真是我荆州万民之福。荆州牧管之有方，有2位才德兼备的公子辅助，才是荆州万民之福。我从儿虽然年纪尚小，但他天资聪颖，志向不凡，我也很安慰。不过他兄长其儿非我所生，我就管束不了了。他平日只埋头于诗词歌赋中，饱读诗书，除了有助文思，也可认识事情，开阔眼界。但那看起来像个文弱书生，胆识又不够，如何处理军机政事呢？再有，他胆小的3更半夜还要灯火通明才能安寝。还有平时他，都聊了很多了，我命人准备糕点给你品尝。夫人不必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不必客气。孔明只是下属，倘若这么不客气，那真是太不懂得分尊卑了。贤兄，贤弟，看见你真高兴啊！贤兄精神奕奕，才值得高兴啊！说起来真惭愧，博望城一役这件大事也被我这个病拖累了。哎呦，没精神同你商议，没出兵相助，为兄实在没面目相见，对不起啊！嘿，贤兄，千万别这么说。贤兄对玄德恩重如山，当日玄德败在曹操手上，走投无路。贤兄准我屯驻新野，让我能够休养生息，玄德才有今天呢。你我都是汉室宗亲，有如手足骨肉，无论是谁有事，都不会袖手旁观。终于入正题了。孙权的将领射杀我们的大将黄祖，虽然查清楚是因为大雾误闯边界，这件事我很忧心。只要孙权也明白，事件就会平息。这次是误会，下次呢？孙权始终是荆州的一个心腹大患呐。贤兄坐拥9郡，南接五岭，北据汉川，地广兵多，无需畏惧孙权呐。孙权坐拥江东6郡，根基稳固，兵精粮足，为兄这个身体，自问无力与他抗衡。思前想后，唯有靠先帝你镇守江夏，那为兄就可以安心了。镇守江夏事关重大，我要回去和军师他们好好商量。先帝是主公，他们都从你的意思啊。话虽如此，我也要尊重军师他们。老实说，我也不想弃新野于不顾啊。江夏已是燃眉之急，怎么都要从长计议。贤弟，没时间了。为兄的病，随时都会演出啊！别说丧气不吉利的话，我们再慢慢商议。主公，江夏太守这个空缺是个烫手山芋，你不答应是明智之选。我推得一时，推不了一世。其实孙权暂时不会对荆州有何威胁，为何荆州牧会这么急于逼我答应？蔡夫人对我们的态度逆转，可以看得出，游说主公去江夏这件事，应该是蔡夫人意思。这个阴毒妇人，到底又有何居心？她想一石二鸟。一石二鸟。一，可以凭主公大胜曹军的声势，去江夏牵制孙权；二，可以将主公调离新野，让你再无机会继续做大。他想我和孙权互相牵制，互相争斗。他就坐收渔人之利。如今我答应难，不答应只怕更难。荆州牧已经以同宗手足情动之以恩，当日我投靠他，得以保命。假如今日不还，
必定会被世人耻笑。但是去了江夏，情况恐怕会更加凶险。孙权表面韬光养晦，不言征战，实质是一只豺狼，他不会有匡扶汉室之心。主公看得通透，倒是要面对的是3只豺狼。曹操在北，孙权在东，还有蔡夫人在西，三面环敌。禀主公，主公出门时，荆州穆大公子到来有事求见。大公子知道主公回来，已在大厅等候。贤侄，刘琦拜见叔叔。嘿嘿嘿，我真怕我以后没有机会再看见你。何出此言？娘要铲除我这个眼中钉，你知道，他正一步步逼过来。虽然你非他所亲生，但是也不应该咄咄逼人呢。他很想二弟继承大统，若不除掉我的话，就名不正言不顺。蔡夫人对你做过什么？她在我管辖的4个地方加征苛税，造成我财政紧绌。又来这一套。当日他也要在新野加征苛税，他还要我孤立无援，威逼利诱我身边的下属转投他的阵营。如今我身边已经没有谋士、武将可以用了。蔡夫人真可恶，他下一步将会有郑有据怪我管制无方，接着就会笔颠废长立幼，甚至乱套一个罪名将我斩首啊！叔叔，我真的不想死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救我！贤侄，哎，你们的家事我不方便插手。何况是你爹让我屯驻新野，我也是寄人篱下，哪有能力救你啊？叔叔，那我解铃还须系铃人，你唯有向荆州牧言明一切。娘不会让我见爹啊，爹只听娘的话，我必死无疑的。贤侄啊，哎呀，不如我投靠皇叔，叔叔对荆州有功，又是汉室的皇叔，相信他不会对你怎么样的。别冲动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够保住性命。求叔叔答应，否则的话我不起来。事关重大。慢慢商量，快起来，来。这个死八婆好像不闹事就不高兴似的。我们的难题尚未解决，如何帮刘琦呀？刘琦要怪呢，只能管他爹怎么找个阴毒的女人来做记事。哼！三弟，你能不能安静一些，好好的想想对策，解决面前这2个难题呀？大哥，我一个都想不出来，你叫我冲锋陷阵就可以。其实2个难题可以用同一个办法来解决。如何解决？笔架并不是自己倒下，而是被香炉撞倒。如果刘琦是香炉，蔡夫人是笔架，我们就可以用刘琦去推翻蔡夫人的阴谋。军师是说，刘琦能解决要我去江夏镇守的问题？没错，就让刘琦去镇守江夏。好啊，我们不用去江夏，那死八婆也无话可说了。刘琦可以远离蔡夫人，没借口让他针对。军师这招顺水推舟，也化解了蔡夫人的一石二鸟。好啊，高招！不行，不能让别人知道是我教唆刘琦这么做。蔡夫人一定会用来做口实，一定会说大哥干涉她的家事。主公当然不便开口，就让孔明做这只信鸽，要做到无人怀疑。蔡夫人耳目众多，孔明认为将军府的后院需要多几盆雅致的花卉盆栽点缀。军师，谈的是军机大事，怎么突然说什么花花草草呢？刘琦大公子最新原意，后园的花卉盆栽可以媲美皇宫的御花园。孔明也很想到大公子府上取些心得。主公有公务在身，未能亲自到府上挑选盆栽，所以吩咐在下代劳。诸葛军师，叔叔他……主公对你的原意很欣赏，在下也很想到府上开开眼界。叔叔只关心我这些东西？当然不是，应该上心的，他一定会上心。当真？他果然记得我的事。从这儿到府上还有大半天的路程，大公子大可在轿上好好的休息。军师才智非凡，若肯为我筹谋，我便无忧。园艺方面我也略懂一二，可以互相引证一下。大公子请上轿，有什么到府上再说。
西风引路，飘如红雨；迎烟笑日，烂若朱霞。大公子花了不少心血，可我已无心于园艺。原来蔡夫人也好此道，有机会一定要好好请教。我不是要说这件事。叔叔没跟军师谈及我娘的事。再有啊，他胆小的3更半夜还要灯火通明才能安寝，还有平时他……主公并未提及你娘，只是说大公子对园艺认识颇深。大公子年纪轻轻就有此见识，一定是晚晚通识光明，阅读典籍。我晚晚阅读的是兵书，军师居然看得出我通宵达旦的阅读。孔明只是看大公子精神不振，眼肚发黑，由此推断。军师果然目光如炬，我希望你能帮我。我不妨开门见山，我去新野是求救于叔叔，希望能够解救我被娘欺压的困局。大公子的家事我不便介入，也不想听。这棵红花继木，相信主公一定喜欢，就送给叔叔吧。多谢大公子，时候也不早了。你要走了？素闻大公子府上藏书众多，我也希望能够参观一下。欢迎，但是要阅览群书，可能要多逗留一会儿，会不会打扰大公子？怎么会呢？你逗留久一点，我可以继续向军师讨教。军师，请，请。军师，能否听我说几句？食不言，寝不语，更何况是阅览群书，要专心、静心。所谓无声胜有声。我一定要说，司马迁太史公叔说过，虞舜生母早死，后母屡次想杀害虞舜，结果都吉人天相，大难不死。我当然不能跟三皇五帝相比，我怎么会那么福大命大？只是怕我迟早会被娘杀害呀。虎毒不食子，即使是后母，也不会做出如此凶残的事。军师，你有所不知啊！军师，你一定要救我！我书斋中缺了一本短长书，不知大公子藏书中有没有这本？正好有本在阁楼。军师，请，请。短长书放在哪儿啊？收了楼梯，军师不能再回避我了。如今我们上不治天，下不治地，总算安全。安全？没人听得见我和大公子的谈话。原来军师有心引我上阁楼，但是我府中都是我的亲信。错了，大公子。孔明诸多借口对你避而不答，皆因府上布满蔡夫人的耳目。当真？修葺盆栽的，扫树叶的，全部都是。否则我如何会知道大公子晚晚通识光明，都是蔡夫人自己说漏嘴。难怪他对我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所以我们说什么都要小心。幸好大公子有个如此隐蔽的阁楼，此刻我们可以畅所欲言。幸好有军师你。其实在下一早以为大公子想到一个解救办法。军师快说。太史公叔说过，晋献公妃子骊姬想谋害晋献公2位公子，申生和重耳的事，大公子熟读太史公书，应该知道结果如何。申生在内而亡，重耳在外而安。大公子应该明白个中道理。军师要我远走高飞，只要远离蔡夫人，大公子便可摆脱魔掌。如今皇祖被杀，大公子应把握时机去做江夏太守，去镇守江夏。时机可一不可再。江夏那么偏远，固然可以避开娘这只豺狼，但是与孙权为邻，孙权可能是另外一只豺狼。可能是，
也可能不是，但是你娘绝对是。孙权这么多年来一直和荆州相安无事，只是皇祖暴躁性急才会起冲突。我看大公子性情温驯，跟孙权不会起干戈，而且大公子去了江夏，就可以顺理成章换走你身边的人，真真正正摆脱蔡夫人的监视，从此无后顾之忧。大公子点了3次头，应该完全明白。与其担心孙权是不是豺狼，不如首先避开娘这只咬得我遍体鳞伤的豺狼。先斩后奏，立刻带最信任的人，秘密去江夏，安顿好之后，随即再向你爹上报。一切既成事实，蔡夫人也奈何不了你。好，就先斩后奏。我吩咐你们要好好监视刘琦的一举一动。如今他去了江夏，你们都不知道。他已向荆州牧上报此事，做了江夏太守。我想阻止也阻止不了。你们在干什么呢？刘琦事前确实毫无异样，突然连夜不见了。就算前几天诸葛亮到府中做客，我们也寸步不离，一直严密监视着他。诸葛亮见过刘琦？不过诸葛亮只跟他聊些书籍园艺，没什么特别啊。这么刻意聊这些事，他们何时交谈？你们听不见？快说！是有一段时间，刘琦和诸葛亮在书房阁楼找藏书，他们连楼梯也收了。小人真的是诸葛亮，是诸葛亮教刘琦避走江夏，一定是。诸葛亮这个人真是不能小看。这个诸葛亮，居然胆敢得罪我们帮刘琦。他是帮刘备，表面上他帮刘琦不受我们所困，其实他是帮刘备逃过不去江夏。岂有此理！我一定要想办法教训这个不知好歹的军师，帮娘泄心头之恨。娘不生气，我反而很高兴。娘，因为我帮你找到个不可多得、可扭转乾坤的军师。诸葛军师，刚才有人送封书函给你，有劳。哎，是诸葛军师啊！哦，这么晚去哪儿呢？古里古怪，身为知己，二话不说，跟。这么晚来客栈干什么呢？有古怪，探个究竟。干什么？我要投战嘛。房已满，去别家吧。吃碗面总可以吧？嘿，我家主人已包下整个客栈，请回。包下整个客栈，这么有钱？嘿，不打扰你们了。要蔡夫人酒后，孔明实在抱歉。军师是不识其才，等多久都值得。聪儿，还不快斟酒？最上等的秋露白，诸葛军师，请慢用。蔡夫人若有公事要在下办，为何不召我去襄阳，而在此会面？书函中还千叮万嘱，要我保守秘密。因为事关重大，要是泄露风声，影响到军师，那就不好了。你今天肯来见我，相信已心中有数。不错，我想要求你当我们荆州的军师。你在刘备身边，真是浪费了你的才华。新野只不过是个小小的地方，刘备只是个小小的将军，你辅助他有如龙游浅水。但是我夫君就不同了，他是荆州牧，是大江大河，你在我们这儿才能显尽才华。我保证，你得到的好处一定是刘备那儿的10倍。你现在的疑难，只是不知如何跟刘备开口，由我们来替你说，你连见他都不需要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亏待在下，但是不知确实的权位是？你将会是荆州的第4号人物。好，孔明明白。荆州牧第1，大公子第2，二公子第3，第4就是在下。啊，不是，我说错了，应该是第3才对，是在我和从儿之下。荆州牧居然3甲不入，我们这样
未免太大逆不道了。不会，我怎么会对我夫君不敬呢？只不过他现在有病在身，不能处理政事。我刚才所说的，是实际掌控政事的人物。孔明明白。那你满意了？孔明是个容易满足的人。不过要是能够在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那就更好了。不知道在夫人之下，还是二公子之下。诸葛亮，你别太过分了。诸葛军师，你是故意戏弄我。蔡夫人见谅，孔明只是随口问问。如今我在刘将军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已经很满足，不会转投其他阵营。你真这么忠心？不忠心、见利忘义的军师，相信荆州牧也不会喜欢，不会招揽。要是刘将军战死沙场，你也要转投其他阵营啊？大公子宅心仁厚，又是嫡义长子，孔明当然愿意投效。诸葛亮，你就是要跟我母子作对是吧？孔明不敢，效力刘将军，其实也是为荆州牧你们一家办事。请蔡夫人代孔明向荆州牧转达谢意，承蒙他的厚爱，孔明自知不才，无福担任荆州军师一职，公务繁多，孔明告辞。军师出来了，我看不到。我们怎么办？孔明大哥无非是回将军府，我反而想知道里面是什么人。死八婆和不孝子，他们在谈什么秘密呢？怎么开口好呢？不可让此事传出去。进来。主公，关将军，张将军。主公，有些公文给你。放下吧。啊。哎，军师，有何事？我看你们好像才有事。我明白，主公，我不耽误你们讨论诸葛军师的事。云信，你别走。三弟，你也知道诸葛军师的事。诸葛军师昨晚连夜在岳安客栈见蔡夫人，事情还挺麻烦的哦。哎，最麻烦的是蔡夫人这个死八婆，竟敢在我们的地方挖走我们的人，这么过分啊！我的意思是说，挖他跳槽这么过分的事也做得出来。能挖得成吗？我问过诸葛军师，他已经拒绝蔡夫人。这次这个死八婆招揽不成，绝对不会罢休。何况这消息一传出去，天底下有那么多爱财的人，都有可能挖走军师。哎，大哥，不行了，我们要准备一下，万一军师要走呢，要找人顶替他。别中了蔡夫人的奸计。奸计？他故意把这个消息放出去，让我们知道这件事。是他？我明白了，一定是死八婆挖不成诸葛军师，他恼羞成怒，想一拍两散。那他首先把这些消息散播出来，是主公和军师有心病。万一我们真的找人顶替了诸葛军师，那军师感到没意思，自然会走。云信正说出我的忧虑。我们要确保诸葛军师不会离开，诸葛军师对我们太重要了。哎，打工受薪都看钱嘛，加薪水呗，1倍不够，2倍，2倍不够，3倍了。俸禄从来不是诸葛军师关心之事。他帮大哥是因为大家有共同的志向，要匡扶汉室，拯救黎民百姓。大家都是一体男儿，都讲信用，重诚信。可能真是我自己想多了。既然诸葛军师拒绝了蔡夫人，说不走就不走，放心，诸葛军师从不食言。主公啊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刚才为何发愁呢？哎呀，不让人家多睡会儿，一大早抓我来，踏什么？踏青啊！我们的习俗来郊野踏青会带来好运啊！哎，踩到钱捡到金子差不多，万一踩到，那怎么办？你看，又热又没女人。
是谁呀？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是这样，她呢是主公的外甥女。天哪，不会吧？天为什么这么对我？帆帆，过来一起踢啊！哦，天哪！你怎么叫得这么惨？有没有看见你喽？我的样子很惨吗？你一定听他们说起我的身世，他们个个都这么说，连你也认为我很惨吗？我是觉得你的样子惨呢。你看看你，长得还过得去，不打扮一下，你好好打扮啊，在我家乡可以选香港小姐啊。香港小姐，香港第一美女，多威风啊！桑柔本身就不是什么美人，美女除了天生，还可以靠勤快补救。怎么补救？就是化妆啊，画眉毛啊，擦擦粉啊，还不够呢，加对美瞳片，哇，大眼睛漂亮多了。什么是美瞳片？你很烦呢，别问了，整容嘛。好啊。嫌你丑要你整容，你不生气还笑？是吗？我以为你跟我开玩笑。云信大哥，你说话真的很风趣，虽然你说的家乡话我有时候听不懂。你真的有病啊？我没病啊。喂，你前未婚夫子谦呢？就是他。人家娶了老婆了，后悔了吗？没有啊。有我7成这么帅啊！那又如何？哇，你看看他，又英俊又细心，又疼老婆。他们夫妻感情很好，我也替他们开心。白搭，懒得理你。哎，云信大哥，其实跟你聊天真的很开心。桑柔，我们一起去赏花。好啊。哎，你们个个都比花漂亮，还赏什么花啊？云信大哥，你是不是说真的？你最漂亮。我最漂亮，我最漂亮。啊，个个都漂亮，不过呢，少了一样。少了什么？少了 pose， 就是姿态，这样才吸引男人吗？你们想不想士兵啊、家丁啊、公子哥啊，总之是男人，都对你们色眯，死盯着看。云信大哥，我们女儿家不可以说这些。哎，不可以说，可以想吗？那秋蝉最勇敢了。我也是啊。好，勇敢的中国人，人家7步成诗。我就教你们我家乡独门秘籍，所向无敌，男人必死的港女诗诗，让你们10步成淑女。港女诗诗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夫人，我多陪你出来踏青，风清气爽，对你的身子一定很有帮助。但是让你放下公事陪我，我真的过意不去。你又来了，夫妻之间无需介意，无需多谢。有时候要及时行乐，心情舒畅，处理繁琐的公事也会事半功倍。你看云信他们玩得多开心。参见诸葛军师，赵子龙将军有要事想请军师商讨。夫君，公事要紧。那你陪夫人再走一会儿。知道。小姐，一公长明明已经千叮万嘱不可以出来吹风，你怎么不跟军师说，还跟他出来踏青呢？夫君有此雅兴，我不想扫兴。但是我看你撑得很辛苦，你看你脸都发青了，我扶你回去好吗？来。诸葛夫人，你好，你也踏青啊？诸葛夫人，我在教他们港女诗诗，很有趣的，你也看看吧。秋蝉，示范一下。好，我来示范。开始了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小姐，小姐，诸葛夫人，你怎么了？真的这么弱？有没有人会人工呼吸啊？不用怕，我之前跟大夫学过，我有办法救醒他。我来吧。哇，好一
个正面医生。小姐，小姐，你醒来太好了，是明玉姑娘救了你，多谢你。无需客气，诸葛夫人。别说这么多了，快扶夫人回去。看不出明玉姑娘年纪轻轻这么能干，而且人又漂亮。一个天，一个地，一个出的厅堂，一个是里街坊。我的偶像怎么这么倒霉呀？主公，你知不知道今天踏青发生了什么事？我知道，诸葛夫人突然晕倒，不过听桑柔说已经醒来没事了。对鼎鼎大名的诸葛军师来说，绝对不是没什么事。诸葛军师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，他那么巧，配的应该是又漂亮又健康的妻子，而不是一个又瘦又衰弱的老婆。够了，这是军师自己的私事，我们不应该指点评论，与我们无关。哎呀，主公，恕我斗胆说一句，你这么想呢，就大错特错。这件不只是军师的私人事，更是我们的事啊。何出此言？老实说啊，有哪个男人不想带个老婆出来，是大家又羡慕又妒忌的？你说你想不想？嘿嘿，诸葛军师一定也这么想，只不过要奉他大哥之命，盲婚哑嫁，才会硬着头皮看猪扒。什么猪扒？哦，是我冀州香港话，是说不太漂亮的女人。哦，那诸葛军师是好人，他不会气糟糠的。其实是他不想做坏人。我还是不太明白你想说什么。帮他做坏人，做坏人，帮他气糟糠。主公不要这么激动，坐下来，坐下来。那这个年代最好了，3妻4妾没有问题，不犯法，能帮军师解决问题。实不相瞒，刚才踏青的时候呢，遇到一位国色天香的女子，绝对配得上诸葛军师有余。这个女子呢，原来是主公的外甥女糜玉姑娘。要是诸葛军师和主公的外甥女成亲，那就是亲上加亲了。到时候就不需要担心诸葛军师会跳槽，也就是说，连主公担心的问题也一次解决了。哇，那真是，嘿呦嘿呦嘿嘿呦嘿呦嘿！你嘿什么？冀州香港话，皆大欢喜的意思。来，上次多亏大舅你在军饷上帮了个大忙，玄德要敬你一杯。大哥，我也要敬你一杯。好，好，好，今天我们一家人好好畅饮。好。啊，好久没见玉儿了。玉儿17岁了吧？18了。是吗？也是时候嫁人了。我和他娘已经商量过这件事，当然要找户好人家啦。应该的。玉儿呢，精通琴艺，知书达理，温柔贤淑，真的不是那么多人配得上她。所以我们也不心急啊，多做2年我们的掌上明珠喽。我有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。那太好了，是哪户人家？就是诸葛军师。对呀，我居然想不起来。大哥，你在军中也见识过诸葛军师才华盖世，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啊。玉儿要是能够嫁给他，真是天大的喜事。我知道诸葛军师是旷世奇才，玉儿嫁给他是他的福气。对，不过军师已经有正式妻房，玉儿要嫁就只能做妾室，这样岂不是委屈了玉儿？相信玉儿也希望有个人中龙凤的丈夫，诸葛军师一定能给玉儿幸福，玉儿也会为有个这么好的丈夫而骄傲。大舅啊，你认真考虑一下啊。我一直当玉儿如珠如宝，琴棋书画样样都悉心栽培，就是一心想她日能够嫁给一个完美的如意郎君。今日让她出嫁做妾，我真是千万个不愿意。夫人，我和你一样很疼爱玉儿，要她做妾室，我也是千万个不愿意。但是这个人是最近声名大噪的诸葛亮，这又不一样啊。诸葛亮又如何？夫人，当年我将妹妹嫁给主公，已经证明了我的决定没错。今天我同样不会看作诸葛亮。玉儿，
爹这么做是为了你好，才会答应考虑。既然主公已经安排好了，根本无法推辞。我再争辩，结果也不会改变。老板劳驾。哦，好。小兰，小兰，喂，听说你家小姐在相亲，到底是哪家公子啊？就是诸葛军师啊。啊，那岂不是要当妾？没办法，这门亲事是由主公亲自安排，小姐感到很委屈，也得答应啊。如今小姐终日以泪洗面，我看见也很难过，我真替小姐不值啊。何事如此慌张啊？你还对军师那么好，如今他要纳妾了，主公要撮合军师和他外甥女谜玉姑娘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下去干活吧。你怎么知道了，还像没事一样呢？很平常的事，也很应该啊。你一直都觉得自己配不上军师，所以就算现在主公要为他纳妾，你也觉得理所当然。但是谜玉姑娘怎么想？她觉得很委屈，不想做妾室。其实小姐，你不是更委屈？你真的甘愿跟人共侍一夫吗？我打听到，其实主公还没有跟军师说这件事，就是事情还有转机。不如你跟军师说，你去阻止。小姐，你快去说呀！主公好像有什么开心事。军师真是绝顶聪明，这件事还和军师有关。相信军师也知道我和糜家的关系。糜兰是我大舅子，糜家在军中也举足轻重。假如军师能和糜家结成亲家，我们三家人亲上加亲，对我军也无往不利呀。结什么亲家？我大舅的掌上明珠糜玉，她待字闺中，我看着她长大，对她很了解。玉儿漂亮可人，还知书达理，贤贤淑德，和军师你很般配呀。我跟糜玉姑娘？是啊，我把玉儿许配给你为妾。谁和谁推弓引箭，伏於翻海？谁和谁知心刻骨，但未敢愛？谁祈求腥風血雨再種花開？熱血赤膽，從無可替代。長空與深海，任時歸去有來，漸慢從一剎張開，以後必更精彩。歲月塵灰染於腮，故事中有你在。記住，如果要分開，才